好，回到环球大战线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呢要讨论的这个议题呢是令人悲伤哦，但同时具有警示意义的香港鸿福苑的大火事件。这起事故呢发生在香港时间的26号下午3点左右，遭到祝融的肆虐。那我们收到了通知，截至今天录影27日的上午呢，它已经造成了44人死亡，58人受伤，现在还有200多人是失联的状况，这个情况很不乐观呐。那可以看到整个社区8栋楼里面就有7栋楼烧成了这样，陷入火海，而且都是高屋龄、高楼层这样，消防难度很高的一个救援行动。那这里面就有太多的学问，或者是说疏失可以来讨论了。鸿福苑可以说是香港回归之后非常严重的一次火灾，这是5级的火警，成为香港史上第2严重的一个火灾。那这个致命的连锁效应，关键点究竟发生在哪里？委员。目前当然还在调查，比如说媒体上比较指向是鹰架起火，因为这里面有好几栋大楼正在做外观的改善工程。对，毕竟这是比较老的社区，42年了。这个鹰架用的也是很老旧了，就是用竹架，没错啊，跟一般的这个布啊把它架起来的哈。这种做法基本上在香港本岛已经没有在用了，但它是比较郊区。就像台北市内，大概你要用那个竹架、鹰架哈来做的话，台北市政府是不会批准的。没错。可是你在其他乡下还有在使用，哦，这个差别就在这里。那因为竹子本身碰到这种火灾的话，它几乎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就顺着鹰架就往上烧。然后因为又比较干，风又比较大，火苗就烧进屋内，所以就很多的屋内就跟着起火。这个简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那可能也只是工程管理不良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真的啊，会超人想象，因为不可能这么大的火这个44个人死亡，也就200多人失联里面，我觉得不太乐观，应该不太乐观，这不太乐观，这当然是个很悲惨的事情啊。那也显现出来说，这个香港政府在这种公共工程的管理、营造商的管理方面，似乎有了疏忽的地方哈。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工程管理的时候，这个一些施工人员的饮食啊、施工人员的烟蒂啊、抽烟啊，都要有很严格的管理哈。那这里面显然疏忽了，而且这么大的灾祸哈，一定会有香港政府很多人被追究政治责任，追究行政疏失。这里面可能才是香港特区政府未来要面对的一个危机的处理哈。那香港媒体当然有人在判断说，那李家超可能未来就没办法连任了。其实李家超能不能连任已经不是重点了哈，如何亡羊补牢哈，让这个管理更上轨道，让风险更低，让老百姓更安居乐业，这才是重点嘛哈。不然你换那个特首换来换去都是一样，没什么差别哈。所以重点已经不在李家超个人的去留，应该整个香港的安全环境怎么重新去塑造。是，刚刚委员有提到这个竹棚呢，还有上面的这些尼龙网绳啊，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燃烧的材质。那很多观众，包括我本人，其实从小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然后对于这样子棚架非常有记忆点，就是很多的武打片、很多的警匪片都会在上面做操作，跑酷啊、打斗啊。但大家就很难想象，不是香港是很现代的地方吗？那怎么还在用这种传统的建筑工法？这是大家这一次发生事件之后，很多华人其他地区好奇的点。另外，香港警方在现在事后呢，逮捕了这个维修的包商，叫做红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3个人员哦，并且侦办的方向是以涉嫌误杀在侦办，因为说他们使用的这个工程材料啊，怀疑没有符合防火的标准，所以很多的香港人就跳出来指责说，这就是便宜草市、罔顾人命的一个做法。赖老师，你的看法？当然是，公司要负完全的责任，但是监管机构也要负部分的责任啊。怎么说公司要负完全的责任？法规法令其实都蛮清楚的。我想香港盖房子不是这1-2天，对，公安也不是这2天才定。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公安的规定都很严格，问题是在于说你有没有严格执行？为什么在城中区比较严格执行，在乡下的地方那就不严格执行？这个就是一个同样一部法规，
但为什么会执行的方式不一样？而且更何况它是整栋鹰架都在盖的时候，那任何的督察员去看都可以看得到，它使用的是不是合规的？那这个部分里面，民众的这方面的教育是不是马上就进行检举？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众的这种公安的，也可以借由这个事件鼓励民众，也就是当你的社区有人在进行改建、改造或者是搭新建的时候，那施工单位有没有符合这个规定？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去做一些宣导。可能连工人怎么抽烟、在哪里抽烟 SOP 都很重要。对，它本来都应该有规定。其实我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治理中，其实都有规定。问题是在于你公投敢不敢执行？尤其是当你叫公叫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公投他也不愿意得罪工人，他们就不太愿意严格的执行。那你工程师、你的建设公司本身有没有去好好的落实这个公安？这个是人命啊，人命关天啊，所以我觉得公司是要负完全的责任，政府的督察有没有失责，我觉得这个也要负责任。还有就消防单位，消防单位这次有罹难，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香港这个地方理论上讲，它的消防应该要与时俱进的，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大陆来说，我前一段时间去大陆福建福州去看他们的工业园区。他们现在在发展的低空经济中，就有一款就是属于无人机的这种救火的。无人机的救火，它已经是很多种形式了。例如说，包括用投射弹打进去以后，把这个消防队员的这个衣服、还有氧气面罩、还有氧气筒，把它送进去，让受困在火灾里面的人可以赶快的着上这些消防的这些抗高温的这些器材，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灭火弹也可以用打的，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把水柱往上拉。然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人员往底下没办法跑的时候，只能往上跑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无人机把人快速的接走？这个部分里面其实都是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个经验。我觉得香港的事情未来也会发生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有高楼的地方，我倒觉得在消防这个部分都应该要用更现代化、更新的观念来去处理这个公安的问题了。赖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智慧消防，其实是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努力的方向。当然，中国大陆因为科技这几年进步，当然也是首当其冲之一哦。很多的演习场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消防队派出像是消防狗啦，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可以打到高楼层的消防弹啦、无人机啦等等这些新型的救灾神器。那么这一次发生在新界，其实邻近的深圳市的消防局，他们也是已经集结待命，有需要的话呢，随时都可以来驰援香港的。那虽然这种东西都很新啦，我们说要实装到每一个消防局，每一个人员都会操作，这样完整的落地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未来科技只会越来越强，未来机器帮手只会越来越可靠，尤其是中国大陆又现在这一块是比较领先的这个第一梯队，所以万一未来再出现这类高难度救火场景，智慧消防的愿景，将军你怎么来看？这次来讲很不幸的哈，这个目前知道44个人死亡里面，已经有1人证实是消防员殉职的哈。那在我们台湾有几次的大型的火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台湾也发生过多次，甚至有的时候好几位这个消防人员同时殉职，还有这种不幸的事情。所以未来来讲的话，对于这种消防危险的工作，那当然如果说是有无人的这种机具，包括无人机或者是机器狗来担任来讲的话，我相信可以降低消防人员殉职。因为在火灾现场，我们经常会听到，第一个就是闪燃你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有一阵火突然过来，然后那阵火，然后可能就这个因为把氧气都抽光了，然后这个消防人员来不及跑，因此而殉职。那也有崩塌的有一些结构被烧掉以后，它这个整层楼崩塌下来，那消防员也因此被埋在里面。第三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烟雾跟毒气包括一氧化碳，包括如果里面有化学药品。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由于事先如果没有充分的这种准备，那消防人员如果所带的氧气瓶里面的供氧设施不够的话，那在里面它又四周都是浓雾，分不清楚方向，当然就很容易发生危险。那这是指消防人员的救灾可以借助无人机、机器狗。
它可以很快的这个判明这个火源的地点哈，甚至于哪些是易燃的物品，甚至于说是燃烧产生的毒气，它都很快可以这个分析出来，然后选择最有效、最有力的方式来消防灭灾。那第二个哈，对于这个机器狗还做什么动作？通常来讲的话，也借这个机会跟观众说一下，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哈，我们这个第一个。当然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譬如说是大家就会往上面跑，可是你往楼上跑的话，大家想说我到高楼层哦，如果下面烧起来，我往上面跑，可是你跑的速度绝对没有烟快，你一个人1秒钟大概顶多0.5公尺哈，这种上升速度，但烟1分钟就上升了，1秒钟可能就上升了5公尺，那你就0.5，它5公尺，你绝对跑不过烟哦，所以你往上跑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你往下跑，如果说这个失火点是在下面的话，你要穿过浓烟，其实也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你可能因此而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最好方向是横向跑，就是从这个楼梯跑到另外一个楼梯，从另外一个楼梯这个再往下面跑，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当然，如果你发现四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生的话，你也不可以躲到浴室，因为浴室的门板现在很多是塑胶做的，那它可能高温之下200度就融掉以后产生毒气。对你来讲更是致命的危险哦，最好是找木质的门啊，躲在里面，将这个门缝都塞起来哈，在里面待援。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当然机器狗就可以发挥它救灾的功能。对于躲在这边，它可以判断哪个地方是有生命迹象的，有人躲在这里面，它当然第一优先就会对这个还躲藏在房间里面的人，然后输送氧气瓶进去或是。